不怕美国政客进了 TikTok， 我们帮华盛顿变成巴黎，带美国年轻人翻墙就行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几天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开始传播，内容是 TikTok 的高管周受资在美国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跟美国一帮议员们是一番唇枪舌战。周受资呢平平淡淡、中规中矩的就把美国国会这回听证会渲染成了一群低智商群体的闹剧，好像是一个现代文明人被一群原始猴子给围攻了。最后这句话还不是我说的，是美国的网民看了视频之后受不了，他们自己说的。所以我看到一些美国人自己发评论说，这帮人怎么当的议员的，怎么选上去的呀？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美国女孩说，现在哪有游行示威支持 TikTok 的，哪儿有她就去哪儿，她一定要闹。所以这也是近年来比较难得的一回，美国一大批网民跟中国老百姓一样，恨不得把美国两党议员们亲手掐死。主要原因，美国这些议员们问的问题太科盲、太文盲、太丢人了。我们看看美国议员们问的都什么问题，比如他们问为什么要求用户上报年龄？大伙儿说这不是废话吗？那么多社交软件，那么多游戏软件都要求用户注册年龄、填报年龄的呀，未成年人要保护吗？还有议员指责说，使用 TikTok 的时候是不是会连上 WiFi？ 连上 WiFi 都成了罪名了，他担心就是连上 WiFi 之后 TikTok 会不会访问家里的其他电器，比如冰箱。社交软件肯定要联网啊，这种软件有 WiFi 就连 WiFi， 没 WiFi 就走流量呗，不是很正常吗？还有人责问说，你的软件是不是有权限访问手机摄像头？周受资说了，如果不能用摄像头，用户拍视频的时候怎么办？这软件还能叫短视频软件吗？这几个问题呢，都算是科盲水平的，倒是挺类似国内几个野生智库。另外呢，有议员还问周受资说，怎么这软件在中国就没有宣扬毒品这些内容呢？怎么在美国就有这么多呢？这个问题提的水平就可以说是彻底致残了，打了美国自己当头一棒。因为问题答案很简单啊，软件在中国没有宣扬毒品内容，是因为在中国没有美国民主党和美国共和党啊。其实美国这些政客的玩法，用中国的老话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先扣帽子再找理由。很多二极管现在都是这么干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唯恐中国资本在美国社会舆论传播领域站稳脚跟。美国前几年还试图封杀微信，大家都记得，结果微信在美国把官司打赢了，美国政府还不得不向美国的微信用户联合会赔偿了90万美元律师费呢。微信那次没成功，这不开始搞 TikTok 了吗？美方就提出要求中国资本出售 TikTok 所有的股份，否则就要封杀。中国政府表示门儿都没有啊，要中国资本放弃股份，那涉及技术转让问题，中国法律程序允许了才可以出售转让，中国绝对不会放弃这些股份，你美国有胆子就封杀一个试试。我们有底气也是因为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量太大了。根据统计，美国注册用户有 1.5 亿左右，差不多相当于半个美国人口。这些用户长期使用这种社交软件形成的网络社会关系就更加的复杂庞大，而且呢，其中不少人是在工作上对 TikTok 形成依赖的。美国政府要是强行禁用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不是夺人财路，就是断人手足，这都是要人命的呀。而且呢，这些用户里边年轻人多，这些人叛逆心理又强，不是传统保守主义势力，对美国政客的言论可不会言听计从，所以他们的对策就是美国政府敢禁用，他们年轻人就敢翻墙。所以我还真盼着美国政府胆子大一点，对 TikTok 下点狠手，这样可以让美国政府把美国年轻人再惹火一点。既然美国人愿意为了特朗普冲击国会，那么 1.5 亿 TikTok 用户里边也总会有些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自由把华盛顿搞成巴黎那样吧。其他不想去游行的当然可以翻墙，天天泡中国互联网，到时候看看有多少美国人会被中国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反正我们不怕。不过呢，我估计恐怕到最后美国人说归说闹归闹，也只是敢在政府的设备上限制使用 TikTok，普通民众手机上怎么用，美国政府怕是不敢干涉的。所以要是能把咱们这边的反科学的野生智库还有各种二极管思想都送到美国去就好了，国内发展可以减少很多阻力和噪声，还可以让美国干更多傻事儿，
推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半导体化。